我是一个月，这个频道是存股、社群媒体创作、音乐欣赏的分享频道，欢迎点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分享。今天要从10月8日法人买卖超级大盘加权指数谈起。以大盘日线观察，10月8日收盘价站上月均线及均线，但是收盘价在8日均线上方涨多离8日均线太远，认为量有不足，下周多方若未补量，有拉回机会。好消息是 DMI 及 MACD 指标都有多方力道加强迹象。经济日报报道，台股10月8日开高走高，收在当日最高，晶圆双雄台积电2330、联电2303、联发科2454等半导体股领军上攻，推升大盘指数再往上攻，收复12800点关卡，中场以12887.19点作收，上涨140.82点，成交量2087.13亿元，周线连二红，三大法人买超195.02亿元。统计三大法人买卖超情况，外资及入资不含外资，自营商买超177.75亿元，投信买超9.51亿元，自营商买超合计7.74亿元，其中自营商自行买卖买超2.32亿元，自营商避险买超5.41亿元。我是愿为外资买超台积电，作用在拉抬台湾50，从外资买超反一，调节联电、友达、群创、玉山金、星光金、国泰金来看，外资在做股市反转准备，是不是指数短期高点，应该要小心观察。从8日带头上攻的联电看，联电2303昨8日公布9月合并营收为145.34亿元，虽较8月减少 2.1%， 但较去年同期大增 34.3%， 第三季合并营收 448.7 亿元，创单季新高，季增约 1%， 年增 23.7%。 各项指标看，联电都是多方架构，但是要小心外资以 ETF 逢高调节。据亨网10月9日报道，新信 3037-TW 受惠 HDI 制程及 ABF 载板产能利用率提高，第三季营收以 230.39 亿元创新高，第四季 ABF 市场需求仍强劲，苹果新机上市的推升下，营收将维持高档。三大法人本周4个交易日买超 6.63 万张，股价周涨 13.98%， 收在 84.8 元。由 5G 通讯、云端运算等市场发展趋势带动下，新兴生产的 ABF 载板前景或外资乐观看待，外资估2020至2024年全球 ABF 载板需求年复合成长率将达 17%， 新兴将成主要受惠者。且 iPhone 新机已从8月底至9月初开始进入生产，新兴高密度连接板 HDI、类载板 SLP 产能利用率已拉高到 90%。 另外电竞市场受惠新品题材，ABF 载板动能持续维持强劲。新兴上半年税后纯益 18.17 亿元，年增 98%， 每股纯益 1.25 元。股价本周以量滚量上涨并收在 84.8 元，一周涨幅 13.98%。 就技术线型来看，股价已站上所有均线，也突破9月以来的平台整理区，单日爆发达 12.49 万张的大量 MACD 刚刚翻红，将引先大量突破 89.2 元的位置区后，在寻求滚量 94.5 元的高点区。我是愿为以3年日线高低区间看，多方量有不足，接近高点，量不足下，上涨空间有限。但是从技术指标看，有赚多迹象，作为出量可盘整理机会大。从法人买卖超中需注意红旗个股。时报台北电报道，红旗2353在第二季交出大幅成长的营运成绩后，股价亦自7月中旬后逐步涨了2字头。在外资法人资金持续挹注敲进持股下，红旗外资持股截至上周一来到 33% 以上高点，上周股价最高则在16日时攻上 26.7 元，18日周线最后收在 25.5 元。红旗继第二季受惠疫情带动的宅经济、宅娱乐需求，直接推升该公司单季税后净利达 11.95 亿元， EPS 0.40 元。
双双来到近11个季度来高点后持续满手的订单，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，让红旗看望下半年续增的出货需求将一路买到明年初。目前股价位无布林通道中线偏上，沿8日均线上攻，若能突破颈线，上涨空间大。谢谢你的观赏，欢迎留言、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